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，因为我来到了位于湾区的小红书博主 Cassandra 她家的花园。与一般的花园不太一样， Cassandra 的花园是以草花而著称的。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她家的美丽花园吧。打开 Cassandra 的小红书主页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自然灵动、色彩斑斓的花束。而今天我则有幸来到了幕后，向 Cassandra 学习如何种植以及搭配这些特别的花草。由于内容比较多，会分为上下两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后续的更新哦。那今天我们就先从 Cassandra 家的前院开始吧。在前院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一棵颜色特别的月季哦，很好看 Honey Mustard。 所以这是种在盆里吗？对，15加仑的盆子。那个是一个什么小花花？西红柿。哦，西红柿。对，因为盆里面的种子它掉下去吗？对，可能是浇水或者是。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品种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它是因为是 Cindy 种的，它只种了一个切花品种的西红柿。西红柿也有切花呀？对对，好期待。就是它是那种很小的颗粒，然后一串叫 Tiny Spoon。Feverfew 叫 Tetra White， 一般我都是会先育苗，像这种比较耐寒的品种，可以在湾区的话，可以9、10月份就育苗。然后在我们雨季开始的时候就给它下地。冬天会长得比较晚，长得比较慢，但是它的根系会变得比较发达。好，这样温度上来以后，它就会一下长一大片。所以这么大一片有多少个小苗？这是2颗，这个品种是 perennial。到了冬天它不太好的时候，我就给它剪到贴地，新长出来，太厉害了！后面是一个铁线莲。对，这个是我种的切花品种。这个也是种在盆里的，你看，他说自己是一个故事品种，但其实并不是。是那种铃铛田吗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比较小的4瓣的那种。这种小的其实也不需要等它打开，就是用花苞就可以。那边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洛心腹。天哪，你家的都是为了什么？它们怎么长那么的壮？洛心腹是那种块根，我这种都是3加仑的盆。3加仑的盆，好。对，然后因为洛心腹比较怕晒，所以种在树荫下面。我种在地里的就长不太好，但种盆里以后它就狂长。所以有可能是跟介质相关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因为洛心腹比较喜欢湿润，所以种盆里可能可以多浇点水，微环境比较好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往前。哇，天哪！你看这一个金鱼草，这也是我去年种的。我以为是第4年，而且这只有1颗。哦，对，我家一个种在盆里的，没有这么高，但是也第2年长得很壮，所以我记得它好像1年可以开2次最少，对不对？它夏天就不太好。对，夏天不太好，就感觉要不行了，但是秋天好像又回来了，还可以。它比较喜欢天气凉快。Madam Butterfly， 这也是去年的吗？对，这个他们俩一起种的。你有给它施肥吗？想起来就施一下。哦，难怪它们长得那么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漂亮的，这是可以做叶材吗？还是它这个是它的花？这是一个叶材，这个是它的花，下面这些小白花是它的花。哦，然后它开花以后，上面顶端的叶子就会慢慢变白，然后就是用来做叶材的。Vase life 也非常长。里面那个小花其实也很短，有点像铃铛一样。对，这个是在伯克利的苗圃买的。哦，它也是自播吗？还是这个是买苗 perennial？ 这个是 perennial， 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种，应该可以用种子种。OK， 但这个能够切吗？还是只是？这个还蛮长的。哦，你看它其实一根杆子一直到里面应该有30公分。明白。然后这个小花也是非常好特别呀，对，我都没有见过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所以你买苗的时候它有花吗？应该通常没有吧？这个是有的。哦，这个是有的，或者它会有照片。OK， 而且它会有写 height， 就如果太短的话肯定不能切花，像这种就不太能切。明白明白。
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个叫亚麻吗？对，这个叫 Flex。我买的种子是有3个颜色，这个白色的，还有这种橙色，还有那边那个红色。然后我今年刚好一颗一种颜色种出来1颗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。对，是我特别喜欢开盲盒。哦，但是你看，其实1颗它的花量是非常大的。对，所以这里就各只有1颗吗？对，是的，每种颜色只有1颗。天哪，这好多呀！对，然后让我切花大概已经有2个月了吧。哦，它还在开。对，现在还在开，但是橙色这颗可能已经快要过季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新的呀。对，新的可能就会稍微短一些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切的时候是这样一根长的这样切下来。对，一般切下来就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这样它其实还可以提供一些支撑，就是做花束的话就会有比较 airy 的感觉。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，因为它的杆子还挺细的，这样它在花瓶里的时间会这颗花期其实是比较长，就是单朵可能会比较短，但是它这些都能够开，这些小花苞都是可以开的。OK。所以如果它在花瓶里待2个星期，这种小花苞全部都是可以开的。明白，太幸福了。这种刚开的特别好看。对，这些都是从种子种的。你有多少种子呀？有1柜子的种子。天哪！所以你现在也会育种吗？没有，夏天我就不太。再下次要到9月份吧。一般育种的时间是1个月到2个月，这边推荐深秋种的品种，9月份育到10月、11月就可以下地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巨大的玛格丽特蜜糖，现在已经快要春天的时候最好。来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一个非常可爱，柳川鱼，但这个也是就撒种子就好了，这个特别容易活。所以 Cassandra， 我能问一下这一个你种这个草花有多长时间了？应该2-3年吧。2-3年就能够有这个规模，太厉害了。那所以为什么你会选择种草花而不是玫瑰啊、绣球啊之类呢？玫瑰和绣球其实也有种的，但大部分都是我前房主种的，可能品种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就挖掉也很可惜。我觉得玫瑰最大问题就是它占地太大，玫瑰切了就没了，草花是切了以后它还从分叉的地方不停地长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assandra 家的洋牡丹小径，这一条小径给了我许多的启发。所以这个洋牡丹小路就是不需要祈求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需要祈求，不需要浇水，只要算好我们湾区的雨季。远方的这一个花棚是你特地放在那里吗？是为了育苗吗？没有，之前是有一段时间风太大了，我给它盖起来了。是因为它不起球，所以它的球其实都很大，然后所以每年都长很多，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我觉得是这种品种的洋牡丹，它是会自播的。就是你看这颗，对，因为它离得很远，是种子长出来的。那是不是我可以说，如果有一条小路，它其实没有滴灌，就比较干燥的，反而很适合种洋牡丹？是的 OK， 它夏天种球不会被泡到。春天的时候刚好我们这边下雨，我有一条路实在太适合了，把它全种上。Cassandra 她非常的了解这个植物的特性，因此就可以在很省心又省活的情况下种了很漂亮的花。夏天就是一般等到花期过以后，然后叶子留下来继续光合作用给种球提供养分，然后等到叶子自然干掉，我们把这些贴地剪平，然后铺上一层 compost， 对，然后就可以等到秋天的雨季来，它就会自己长起来。下一期我们将会走进 Cassandra 家的后院，探访那仙气飘飘的香豌豆、银莲花以及更多的草花，还会看一下 Cassandra 她是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调色盘去搭配美丽的花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